医生研究发现，患上红斑狼疮的人多有3个共性，希望你一个不占。小张是一位小学英语老师，今年年初他终于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对于未来一直感到激情满满。但才上了不到1学期的课，他就常常感觉到工作好像强度太高了，有时候甚至累得都没办法走回家。想着可能是因为自己刚开始教书，所以才会这么累，再坚持锻炼一下，慢慢就会好起来的。结果到了学期末，小张老师开始频繁低烧，吃药也没见好，疲惫感也越来越重，他只能请假去医院做个检查，原本挂的是内科。医生听他说了症状，却建议他去风湿免疫科。一头雾水的小张老师转科去检查时，医生说他的免疫系统被攻击了，且按照他的症状来看，高度怀疑是红斑狼疮。只听说过这个病的名字的小张一下子懵了，他甚至都不懂红斑狼疮和免疫系统有什么关系。直到医生让他做进一步检查，他才大概在检查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一下这个病的基本情况。越是了解，越是害怕，也越是后悔。其实他的身体早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免疫力下降的症状了，只是当时自己没有在意。医生见小张老师情绪那么低落，安慰他说也不用害怕，红斑狼疮只要控制得好，几乎是可以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的。医生还顺便做了总结，患上红斑狼疮的人基本上都会有3个共同点，你知道都是哪些吗？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一个都不占。1. 红斑狼疮是什么？可怕吗？在网络还不太发达的时候，或许很多人根本都没听过系统性红斑狼疮这种疾病。这并不是孤陋寡闻，而是当时患上这种病的人的确并不常见。但当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了之后，红斑狼疮的神秘面纱就开始逐渐被揭开了。尤其是当著名影星周海媚因为红斑狼疮过世的消息传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要了解这个疾病了。红斑狼疮之所以叫疮，就是因为患上这个疾病的人面部会呈现蝴蝶形的红斑，而这只是红斑狼疮表现出来的其中一种症状。这个疾病真正攻击到的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系统，所以一般来说，红斑狼疮还会伴随持续性的发热、乏力、疲累、体重下降等等。如果不及时治疗，还会伴随器官炎症或是衰竭。为什么会患上红斑狼疮呢？目前其实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不过遗传、环境或是免疫问题有可能会和该病相关。遗传方面有证实，如果直系亲属有红斑狼疮患病时，那亲属或是后代患上红斑狼疮的可能性就更高。但更多的没有家族史的人也会患上红斑狼疮，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是因为雌激素的变化而发病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是因为药物受到感染、环境中的烟尘污染、紫外线污染以及其他空气污染等影响导致身体改变并最终患病。环境影响可能会导致机体的染色体发生改变，从而出现雌激素改变等，最终相互共同作用造成这种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红斑狼疮多发于女性，因为无法治愈，所以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但只要积极配合治疗，是可以改善症状并控制病情的。患者在不发病期间，也可以基本上保持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质量。2. 红斑狼疮患者有3个共性。红斑狼疮一旦确诊，几乎是需要进行终身的治疗，并预防并发症的出现，而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这就需要患者能够及时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并及时到医院就诊，才能够达到及早治疗的目的。怎么才能及时发现呢？医生总结出了几个红斑狼疮患者早期基本上都会共同出现的3个症状。第一个是皮肤出现皮疹或是斑疹等皮肤问题，且这些皮肤出现问题的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瘙痒的感觉，很多时候皮疹或是红斑还会蔓延到面部，形成蝴蝶形状，尤其是暴露在紫外线环境中，皮肤会发红，皮疹还会加重。这是因为免疫系统攻击了机体血管，让小血管出现了血管炎症，导致的身体皮肤或是面部红斑。这种血管炎症日晒后会加重，所以一般来说，患者出行时会建议尽量做好紫外线的遮挡以及防护措施。第2个可能会有的共性是乏力以及体重减轻，且是无理由的乏累感，以及没有可以减肥下的体重减轻。
红斑狼疮患者在患病前有很大一部分都承受过或是正在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压力，或是经历了重大的生活转折。这种长期持续性的压力会逐渐的从精神上蔓延到身体上，导致机体的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后，机体的免疫能力就会持续降低，最终导致机体自身免疫出现紊乱。这种紊乱可能会攻击身体的任何器官或是组织，而最基本也是最常出现的症状便是乏力。有时候这种长期的乏力还可能会伴随持续性的发热，且一般是中低烧这种不太容易被重视的症状。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红斑狼疮还会导致患者体重出现不断的下降，整个机体无缘由的消瘦。第三个可能出现的共性就是出现关节疼痛，几乎超过60%的患者在患病初期都可能会感到关节疼痛，这是因为免疫系统紊乱后可能会攻击到自身的关节肌肉等部位，导致关节肌肉出现炎症。这种炎症刺激便会引起疼痛，不过关节疼痛如果是红斑狼疮引起的，患者使用药物后疼痛就可以缓解并逐步消失。根据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对我们国家红斑狼疮的调查数据标明，我们国家红斑狼疮患者女性是男性的12倍，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在突然出现关节疼痛伴随其他症状时，就要考虑是否患上了红斑狼疮这种可能性。如果自己或是身边人，尤其是育龄女性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排查看是否是红斑狼疮。3. 如何预防，如何保养？严格来说，红斑狼疮因为发病原因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预防措施。不过因为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日常生活中只要做到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患病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比如日常饮食要注意营养均衡，且以清淡饮食为主，不要吃过于辛辣油腻的食物，坚持适量的锻炼，不要过度运动，以加强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保证身体的代谢正常。在紫外线过强的环境或是其他各种光污染、气体污染等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尽量做好防护。最重要的是保持平稳的情绪，不要承担过重的压力。乐观愉悦是预防多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如果已经患上了红斑狼疮，应该如何保养，以保障日常生活中正常且高质量运行呢？首先就是要遵医嘱，按时用药，不要私自停用或是更换药物用量，这是保证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基础。在饮食中，如果没有肾功能损害的红斑狼疮患者，食物种类要以蛋白质为主，保证营养的均衡。有肾功能损害，则是要减少蛋白质的摄入，还要控制盐分的摄入，以保护肾脏。不要吃含有辣椒、花椒等辛辣调味品的食物，还有芹菜、香菜等食物也要尽量少吃。可以多吃的食物，则是一些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西红柿、胡萝卜、苹果等。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注意观察病情的变化，尤其是身体出现的异常症状，定期到医院进行随诊。外出活动时，注意要给暴露在外的皮肤做好防晒措施，避免被紫外线伤害，不要抽烟喝酒。在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要保持适量的活动或是运动量。运动不光能改善身体状况，还能改善心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不要将红斑狼疮当成过不去的坎。只要不讳疾忌医，且遵照医嘱，以目前的医疗条件，维持红斑狼疮患者的稳定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结语：其实红斑狼疮患者在初期或是中后期都还有很多不同的症状，比如头痛、血尿、贫血等。因为免疫系统本身就是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紊乱，全身器官或组织自然也同样都有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红斑狼疮听起来可怕，实际上只要通过按时按量服药，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实现长期有质量的生活的。且医学研究还在不断的发展，对于红斑狼疮的治疗，也不断有新的治疗方式和更有效的药物出现。患者只要了解红斑狼疮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心应对，认真生活就可以了。